我们王家容不下你了，带着孩子赶紧走。娘亲，年年怕。婆婆，大郎才走1个月，您就这么容不下我们母女吗？这正屋是大郎生前一砖一瓦盖起来的，您这是要断了我们的活路！这房子是我小儿子娶亲要用的，你一个外人没资格住，赶紧走，别在这儿碍眼。那是娘留给我的10味记手稿，这是我身为前御厨之女最后的念想。大郎不在了，我必须靠这门手艺带着念念活下去。快拿着，快拿着，带孩子去村东头破庙躲躲，别硬扛。念念乖，娘亲带你去破庙，那里能挡风。等雪停了，娘亲给你做热乎的吃的。娘亲，我饿了。念念的小嘟嘟好饿。镇上距离这里有几10里，天黑前根本走不到。如果不赶紧进山找个废弃的破庙避风，我们今晚绝对会冻死在这荒郊野外。叔叔，你是来山里打猎的吗？这么大的风雪，这虚弱的女人和孩子若是留在野外，撑不过半个时辰就会被冻死。喝点热水。苏婉，你给我站住！把包裹留下，那里面还有我们王家的东西，你今天休想带走一针一线！滚！这是老王家的家务事，你一个外人插什么手？他们母女我保了，我的人谁敢动？我的人，他明明素不相识，为什么要冒着得罪人的风险帮我们？把湿头发擦擦，喝了驱寒。谢谢陆叔叔，姜汤好暖和呀，豆豆不难受了。陆大哥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我懂厨艺，也会做家务，只要您肯收留我们母女一口饭吃，我愿意给您当佣人，洗衣做饭，任劳日怨。我不缺下人。他是不愿意收留我们吗？凭什么平白无故养着2个不相干的累赘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成亲，你名声已毁，带着孩子在外面活不下去，我给你们母女一个名正言顺、遮风挡雨的家，但我有3个条件：第一，我绝不动手打你；第二，我绝不开口骂你；第三，我给你绝对的尊重，家里小事你做主。不打骂，尊重我。大郎生前虽老实，可婆婆动辄打骂刁难，我活得连条狗都不如。好，我嫁，以后这就是我们的家。哎，王婶子，你听说了没？听说2人还签了婚书契约，直接搭伙过日子了。什么？这个不要脸的丧门星！大郎才走几天，他就耐不住西莫和勾搭上野男人了，敢败坏我老王家的名声，老娘绝不让他好过。走，跟我去撕烂那个小娼妇的脸！只有这么点粗面和苦涩的野菜，但我可是御厨的女儿，再简陋的食材，我也能让它变成美味。陆大哥，家里食材有限，我随便做了点野菜饼和疙瘩汤，你尝尝合不合胃口？他竟有这等手艺，普通的粗面野菜竟能做出如此味道。哇，娘亲做饭最好吃了，一点都不苦，甜甜的。大家伙快来看啊！这不要脸的丧门星！陆大哥，你别去，他冲着我来的，我自己解决。你个不守妇道的贱蹄子！哎呦，这苏氏也太心急了吧！昨天刚被赶出来，今天就吃上陆墨户家的饭了。就是啊，真是不知廉耻。说法，婆婆想要什么说法？昨日大雪纷飞，是你亲手将我们母女赶出家门，扬言死活与王家再无瓜葛。如今我苏婉为了活命，与陆大哥光明正大签下婚书契约，搭伙过日子，
男未婚女已寡，合理合法。王婆婆，反倒是你带着人来我家门口闹事，安的是什么心？哎呦喂，没天理了！大家伙儿给评评理呀！这丧门星不仅偷汉子，他走的时候还把我藏在旧庙夹层里的5两养老银子给偷走了。那可是大郎留给我的棺材本啊！5两银子，这要是真的，那苏氏可是犯了偷窃的重罪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难怪他走得那么痛快。5两银子，我在王家起早贪黑干了4年，连1文钱的月钱都没见过，他竟能编出这种无耻的谎言。好，既然你非要作死，婆婆。你口口声声说我偷了你缝在棉袄里的5两银子，就是你身上这件，我亲手缝在左边阿里窝下面的。你敢不敢当众脱下来让人搜？大家看清楚了，这就是他口中藏了5两银子的好棉袄。大冬天，他就让我穿着这塞满芦花的破布，连棉花都舍不得给我用1两，他会把5两银子缝在这件衣服里？王婆子！你这心也太黑了吧！大冬天的给儿媳妇穿芦花，你也不怕遭雷劈？再敢来闹事，我剁了你的手！滚！这就是被人坚定维护的感觉吗？当晚夜深人静，陆大哥，你这是？这是我这些年打猎攒下的所有家底，一共20两零300文。以后家里的钱你管。陆大哥，我们就凭一张纸搭伙，你连我底细都不全知晓，把这么多钱交给我，就不怕我卷款跑了吗？你不会，既然成了一家人，我信你。冬去春来，冰雪初融。虽然春寒料峭，但青石村的后山已经悄然焕发了生机。接管了陆征家底的苏婉，并没有坐吃山空。为了寻找更多的食材，这日清晨，他跟着进山打猎的陆征来到了人迹罕至的深林。这片林子深，偶尔有野猪出没，你跟紧我，千万别乱跑。知道了，陆大哥，我就在附近找找看有没有能吃的野菜。天哪，这居然是极品的松茸和鲜嫩春季，在京城这是只有达官贵人才能吃到的物。没想到这青石村的后山竟是一座无人知晓的宝库。陆大哥，你快来看，好多宝贝！别动，山里的蘑菇多半有毒，每年村里都有人误食丧命，这些东西不能吃。陆大哥放心，我娘留下的食味记里有详细的记载。这是松茸，不仅没毒，还是大补之物。这野葱和荠菜更是调味的绝佳食材。娘亲，这个绿绿的草一点都不苦，脆脆的，好好吃。很鲜，比我吃过的任何肉肉汤都要好。山里那么多野菜和菌子，烂在肚里太可惜了。我想趁着这几天春菜最嫩的时候多采一些，明天去镇上的集市卖，你觉得行吗？可以，镇上离这儿远，我明早陪你一起去。你那背篓太小，我去后院给你重新编个大的竹筐。他不仅没有嫌弃我抛头露面，反而无条件的支持我。苏婉，你一定能靠自己的双手，在这个世界站稳脚跟。带着对新生活的无限憧憬，苏婉满怀希望的入睡。然而，在这个偏僻的村落里，总有一些见不得别人好的阴暗角落，在暗中窥视着一切。这是谁干的？这镰刀我认得，村里只有那个人。是村东头那个无赖刘虎的镰刀，这事交给我，你别管。可是我们的筐被毁了，地上的西菜也都踩烂了，今天还怎么去镇上？昨夜顺手多编了一个。后院还有2分地，种着我平时移栽的野葱，你去摘了，刚好能凑满1筐。他竟然早有准备，这个男人平时闷不吭声，心思却如此缜密，仿佛只要有他在，天塌下来也能撑住。好，我们这就去把东西装好，今天一定要在集市上讨个开门红。新鲜采摘的山野春菜，不苦不涩，鲜嫩多汁，独家秘方凉拌，免费品尝，不甜不要钱，不好吃不要钱嘞。哟，这小娘子长得俊俏，卖的菜也新鲜。不过这野菜能有啥好吃的？还免费尝？哎呦喂，这野菜咋这么脆生，一点土腥味都没有？这调料拌的绝了！小娘子，给我来2把。
小娘子，你这凉拌的手法极其巧妙，保留了春菜原本的鲜甜，还有这稀罕的松茸处理得干干净净。这些剩下的我全包了。掌柜的好眼光，这松茸炖汤最是滋补，凉拌菜配酒也是一绝，一共300文钱。这是定金，以后你家采到的稀罕菌子和这些配好调料的野菜，醉仙楼全收了。陆大哥，陆大哥，今天一共赚了半两银子，有了钱掌柜的长期收购，以后咱们家的日子肯定会越过越红火。娘亲厉害，赚大钱钱买肉肉吃。哟，苏寡妇，今天在镇上赚了不少吧？我昨晚好心去你家院子，帮你修剪了一下竹筐，你是不是该把这保护费还有这赚来的银子？就是，要是没钱，男人抵债也行啊。姓陆的，你少在这里冲大头笑。平时看你是个打猎的，大爷我懒得惹你。今天识相的就把钱和这小娘们留下，否则大爷我手里的镰刀可不长眼。虎哥，别跟他废话，直接打断他的腿。找死！陆大哥小心！啊！我的手！滚！再敢打他的主意，下次断的就不是手腕了。好俊的身手，那种在生死搏杀中历练出来的果断与狠厉，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猎户能拥有的。陆大哥，都怪我，要不是为了保护我和钱袋，以你的身手根本不会被那木头叉子划伤。一点皮外伤不碍事，明天自己就结痂了。不行，伤口不清理干净会发炎的。你坐好，别动。陆大哥，今天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，我和念念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在边关厮杀10年，我的心早就冷得像一块石头。可现在，为什么看着他，这里会跳得这么快？这种被人珍重、被人挂念的感觉，竟是这般滋味。苏婉，那一夜的暧昧悸动，如同春雨般润物无声地改变着两人之间的气氛。自打醉仙楼定下了收菜合约，家里的进项稳堂了许多。但苏婉是个极其有主见的人，她深知丹麦野蔬受限于季节，唯有做出一门能够长期立足的独家营生，才能真正安身立命。前世娘亲留下的10味记里，记载了上百种绝妙的点心做法。如今条件有限，我便先从这最接地气，却也最考验基本功的野菜大肉包和甜口豆沙包做起。婉儿记住，面点之魂在于醒，馅料之妙在于锁。把葱姜花椒熬出的高汤一点点打入这切碎的野菜和肉泥中，才能牢牢锁住那一口爆汁的鲜香。这面案手艺，即便在京城最顶尖的酒楼里，我也未曾见过。今天去齐市，定能被人抢空。那就借陆大哥吉言啦！上锅，用大火蒸。我的乖乖，这是哪家的新铺子？怎么会有这么霸道的香味儿？小娘子，你这卖的是什么稀罕物？怎么卖的？各位客官，里面请。这是我家独门秘制的野蔬爆汁大肉包和绵密甜心豆沙包，肉包3文钱一个，豆沙包2文钱一个，皮薄馅大，不好吃全额退钱。绝了！这皮软的小云彩，这馅料简直掀掉眉毛，绝了！小娘子，再给我来5个，不，来10个，抱起来带走。
有请，给我醉仙楼留30个肉包，20个豆沙包，我要拿回去镇场子。就在苏婉的包子摊前人声鼎沸，生意红火的令人眼红之时，街角的一处阴暗巷口里，一双充满嫉妒与恶毒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这边。这个不要脸的小娼妇，拿我老王家的秘方去外面赚钱，她想在青石镇里立足，做她的春秋大梦。想赚钱是吧？我倒要看看，要是吃死了人，你这个贱蹄子还有命站在这街上叫卖？虽然王婆子昨日因嫉妒动了杀心，但骨子里的怯懦和对大齐律法的恐惧，让她最终没敢买下那包致命的耗子药。取而代之的是从偏僻药铺买来的猛烈巴豆粉，她要让苏婉身败名裂，永远无法在青石镇立足。陆大哥，揉面的清水用完了，麻烦去打1桶来。好，你当心些，有事大声喊我。小贱人，我看你今天怎么死！这可是加了3倍剂量的巴豆粉，吃了不拉的虚脱才怪。哎呦，我的肚子怎么像有刀子在绞一样？哎呦，不行了，我也肚子疼，这包子有问题，包子不干净。这位大哥哥，您怎么了？这怎么可能？我的食材全是最新鲜的。还说新鲜？你看这几个人都疼成什么样了？肯定是用了臭肉和烂菜，这种黑心商贩，为了赚钱连良心都不要了！都别乱，大家退后，让开空气。脉象急促，腹痛如绞，这不是食物发作的症状，这是中了极重的巴豆之毒。有人在包子上动了手脚。衙门办案，闲杂人等一律退后。有人报案说你摊位售卖不洁之物，致使百姓腹痛，按律例人命关天，这摊位必须立刻查封，带走剩下的包子验毒。为什么？我明明只想靠自己的双手干干净净活下去，为什么总有人要将我逼上绝路？别怕，有我在，这事绝对有蹊跷。我发誓，哪怕掘地3尺，一定会把下毒的揪出来。夜幕降临，青石镇的喧嚣逐渐平息。陆征安吵苏婉母女后，独自一人隐入夜色。好汉饶命！小店本小利薄，没多少钱啊。我不求财，我问你，昨日是否有个头戴斗笠的妇人，从你这里买走了一大包烈性巴豆粉？小人每天接待那么多客官，哪里记得清？说实话，这银子是你的，若敢隐瞒半句，明天我就让县衙封了你这卖黑药的铺子。记得。那妇人虽然戴着斗笠，但听口音是青石村一带的。她手背上有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痕痣，付钱的时候我看得清清楚楚。青石村口音，手背有阴痣，果然是他。王婆子，你竟敢下此毒手，这次我绝不会再放过你。哎呦，我早就说这丧门星是个祸害，卖毒包子害人。今天县太爷非打他50大板，把他关进大牢不可。张捕头，草民陆征已查明昨日包子摊投毒一案的真凶，投毒者并非苏婉，而是另有其人。这位药铺掌柜便是人证。大胆刁民，还不快如实招来！是谁买的巴豆粉？回官爷，就是他，
就是他，昨日就是这个妇人来小人铺子里买的巴豆，他手背上有一块痕痣，小人绝不会认错。冤枉啊，官爷！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，是苏婉这个贱蹄子和野男人串通好了，来诬陷我这个老婆子啊！婆婆，衙门重地，岂容你狡辩？你不仅买药，还趁我不备在蒸笼上下毒。当时有不少人都看到一个灰衣斗类人挤在摊位前，你敢让卜庆去搜你的家，看看有没有那件灰衣和剩下的8头纸包吗？人证物证俱在，嫌犯王氏投毒害人，扰乱市井，罪无可恕，以大钦律例，重打20大板，罚银20两，赔偿受害者与苏氏摊位损失，押入大牢羁押1月，带走。大郎，你看到了吗？这种恶人终究是恶有恶报。我苏婉再也不是那个任他揉捏的软柿子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昨日那包子我拿回酒楼，食客们赞不绝口。这20两银子是定金，我醉仙楼想与你签下长期契约，以后每日由你独家供应点心包子。街头风吹日晒，容易遭人暗算。有了这笔钱，苏老板何不在镇上盘个铺面，正正经经的开家店？去吧，做你想做的事。铺子的事，我来帮你操持。好，钱掌柜，合作愉快。我的点心铺一定会成为这青石镇市上最好的一家。经过半个月的筹备，苏婉用王婆子赔偿的罚银，加上近期的积蓄，在青石镇西街租下了一间宽敞的铺面。陆征发挥了他惊人的木匠手艺，将店铺修葺得焕然一新。今天是点心铺正式开业的好日子。哇，娘亲开大铺子啦！以后念念每天都有点心吃了。各位街坊邻居，晚味点心铺今日开张。除了招牌的野蔬肉包，今日还有本店新推出的枣泥山药糕和桂花栗子饼，前3天一律8折，还请大家多多捧场。苏老板，你这桂花栗子饼可真绝了，这香味儿大老远就把我肚子里的馋虫勾出来了。您吃得好再来，给您装好了，慢走。苏老板，恭喜发财啊！钱某早就看出苏老板不是池中之物，今日这排场的阵势都快赶上我醉仙楼了。我那每天50份的预定可备好了，早就给您备得妥妥当当。钱掌柜，这头一份生意的恩情，苏婉记在心里了。夜深人静，喧闹了一天的点心铺终于打烊。陆大哥，你猜我们今天毛利有多少？足2两银子。照这个势头，不出半年，我们就能在镇上买一座属于自己的大宅子了。打开看看。这是给我的。今天去银楼打的，我看镇上的老板娘都有这个，你也是老板娘了，不能比别人少。恭喜你，苏老板。这个平时闷不吭声的男人，竟然偷偷注意到了这些细节，被一个人全心全意地放在心上。娘亲，念念好冷。天有不测风云，白天还活蹦乱跳的念念，半夜突然毫无征兆地发起高烧。苏老板，令你这烧来的极其凶险，似是邪火入体引发的急症。老朽医术浅薄，实在是不敢下药。郎中，我求求您开药，多少钱我都愿意出。他才4岁，不能就这么烧下去啊！真不是钱的事，若是今晚退不下这高热，这孩子怕是要烧坏脑子，甚至性命堪忧。如今方圆100里，只有30里外县城的孙神医能治，可眼下暴雨封路，伸手不见五指，等明早天亮再去，怕是来不及了。娘亲疼，念念好难受。陆大哥，你要去哪儿？外面雨太大了。去县城，绑一把孙神医给你绑来，收好他，等我回来。啊！
快一点！那个女人好不容易才有了笑容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、任何事再夺走她的希望，哪怕是老天爷也不行！人带来了，救人！烧退了，这孩子命大，要是再晚送来半炷香的时间，神仙也难救啊！陆大哥，你这个傻瓜！别哭，我说过有我在。暴雨洗刷过后的青石镇，迎来了久违的出夕。在那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救援后，念念的高热彻底退了下去，安稳的睡着。而那个犹如铁塔般坚不可摧的男人，却因极度透支和伤口感染，足足昏迷了1天1夜。他身上大大小小的旧伤疤那么多，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？这次为了念念，他连命都不要了。苏婉啊苏婉，你何德何能遇到这样一个将你护在心尖上的男人？别哭，我没事。你这个骗子，还说没事！大夫说你若再晚来半步，这只胳膊就废了。下次再也不许你这么拼命了。为了你们，值得。陆叔叔，张嘴！娘亲说了，你生病要乖乖吃饭，才能快点好起来。念念，别缠着你陆叔叔了，让他自己吃，当心碰到他的伤口。娘亲，胖丫的爹爹生病了，胖丫娘亲都是亲手喂的，你为什么不喂陆叔叔呀？念念别胡说，小孩子家的懂什么？我去看铺子了。念念乖，叔叔很喜欢你娘亲。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像是一把催化剂，彻底融化了两人之间最后的那一丝隔阂。在这狭小却温馨的后庭里，某种名为爱情的情愫正在暗夜中疯狂滋长。在遇到你之前，我的世界只有无尽的杀戮与黑暗。是你重新给了我一个家，让我有了想要拼命活下去、拼命去守护的理由。婉婉，好梦。这个傻子。点心铺的生意日益红火，苏婉与陆征的日子仿佛终于熬出了头，充满了蜜里调油的温馨。然而，平静的湖面下往往暗流汹涌。在这个偏远的青石镇，几位不速之客的到来，犹如一滴冷水落入滚烫的热油，瞬间打破了这份宁静。站住！见过画像上这个人没有？回官爷，小人成天在镇上卖菜，从未见过这等威武的军爷啊！仔细看清楚，此人乃是朝廷重犯，穷凶极恶。他极其擅长隐匿，现下很可能伪装成普通猎户或同罪论诏，满门抄斩。周通判的黑虎卫，他们怎么会查到青石镇来？难道是那晚在暴雨中去现场请大夫，暴露了行踪？不行，绝不能连累婉婉和念念。陆大哥，面粉怎么放？老板娘，见过华上这个人没有？这华上的人虽然穿着铠甲，看起来比现在年轻气盛，但这眉眼，这眼角微不可觉的疤痕，分明就是陆大哥。他们叫他朝廷重犯，怎么可能？陆大哥绝不是坏人。哎呦，官爷，您这画上的军爷长得如此俊朗威武，民妇若是见过，定然过目不忘。可咱们这小铺子，每天来往的都是镇上的苦力街坊，哪有这等大人物啊？
你家就你一个人张罗铺子，你男人呢？官爷说笑了，民妇是个寡妇，带着个年幼的女儿免自的度日，哪儿来的男人？后厨倒是有个雇来烧火的哑巴老头，官爷若要查，请自便。走，去下一家，若有线索，立刻上报衙门，重重有赏。他们走了。陆大哥，那画像上的人是你对吗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那些官斋为什么说你是朝廷重犯？陆大哥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连命都可以给我，难道还有什么不能对我说的吗？婉婉，别问，知道的越多，你们母女就越危险。我不怕危险，我只怕你一个人扛着。你若不说，我就当没你这个相公。擦君如此信我，隐姓埋名这几年，我本以为这辈子都会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，可是面对他，我真的还能继续隐瞒下去吗？面对苏婉含泪的逼问，陆征的心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揪住。他深知，一旦揭开那层血淋淋的真相，苏婉母女必将被卷入朝廷的权力漩涡。婉婉，别哭，我答应你，明日一早回到村里，我会把所有的事情完完整整的告诉你。好，无论你过去是谁，招惹了什么麻烦，我都会和你一起面对。不对劲，这风里有猛火油的味道。姓陆的，你不仅打断了老子的手，还让老子在县衙的大牢里蹲了半个月。今天老子好不容易放出来，非要让你们一家三口葬身火海，给老子的右手陪葬。虎哥，放火可是要杀头的死罪啊！咱们泼了油，赶紧撤吧！怕个屁！只要烧成灰，谁知道是咱们干的？点火！烧吧，把那个贱人的铺子全烧光！走水了，陆大哥，念念还在里屋。抱紧我，低头，千万别松手，千万别松手！完了。那是他无数个日夜起早贪黑揉面调线的心血，那是他对未来美好生活所有的期盼和底气，如今全在这场大火中化为了一地焦黑的灰烬，没了，全都没了。为什么老天爷要这么对我？我只是想好好活下去啊！婉婉，别怕，有我在，哪怕这天塌下来，我也给你顶着。钱没了，铺子没了，我们重新再来。冲天的大火烧毁了，却烧不回两颗在生死边缘紧紧依偎的心。连夜逃离了镇上，回到了青石村偏僻却极其安全的猎户小院。经历了这场浩劫，陆征终于明白，一味的逃避和隐瞒，只会给身边的人带来更大的灾难。铺子烧了就烧了，只要人还在就好。只是这火起的蹊跷，好像平时根本没有易燃之物。婉婉，对不起，今夜的大火或许并非意外。无论是白天那些拿着画像盘查的黑虎卫，还是今夜的这把火，都证明了一件事：他们已经找到我了。你到底是谁？蜘蛛就包不住火，与其让他每天活在未知的恐惧中，不如将这血淋淋的真相和盘托出。即便他因此害怕退缩，我也绝不怪他。我根本不是什么山野猎户，我曾是大齐国北疆军营里的正四品虎贲校尉。3年前，北疆蛮族大举入侵，我率领3000弟兄死守落雁关整整7日。
本该等来朝廷的10万担粮草和军饷，可最后等来的却是混着泥沙的霉米和塞满干草的假冬衣。我暗中查探，终于在主帅帐内的暗格里找到了时任北疆监军的周通办贪污军饷、中饱私囊的铁证。陆校尉，你不该看这本账册。这北疆苦寒，3000弟兄不幸战死沙场，那是为国捐躯。至于这贪污军饷、通敌卖国的罪名嘛，只能由你这个死人来背了。那一夜，我拼死杀出重围，可我手底下的几个亲信弟兄，为了掩护我，全被周通判的死士乱刀砍死。这就是当年那些弟兄用命换来的铁证。周通判如今已升任本州通判，一手遮天。那些腰挂猛虎图腾的官差，就是他豢养的私人死士黑虎卫。只要这本账册还在我手里，周通禅就一定会将我斩草除根。婉婉，我是一个背负着血海深仇和通缉罪名的亡命之徒。大火烧了铺子，就是个警告。趁着夜色，你带着家里的银钱和念念走吧，走得越远越好，别再跟我这个煞星扯上关系。陆征，你是个混蛋！你把我苏婉当成什么人了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同林鸟吗？你听好了，我签了那张婚书，我就是你的妻，不管你是猎户还是逃犯，不管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，我都和你一起面对。想赶我走，门儿都没有。清晨的青石县城笼罩在挥之不去的阴霾中。周通判一身暗红色官袍，正坐在书房中，双目如笋，手中反复摩挲着那枚印有虎头图腾的密信。陆征的出现像是一根时刻悬在他头顶的刺，让他坐立难安。陆征这个余孽，竟然像蟑螂一样顽强。我已经把画像撒遍了周边各县，他居然还能安然躲藏，甚至还在那个偏僻小镇做起了生意。大人息怒，据探子回报，陆征近日在青石镇与一寡妇走动频繁。那寡妇经营的铺子，正是被黑虎卫盘查的地方。好一个安稳日子！他以为换了个壳子，我就认不出他是谁了吗？只要账册还在他手里，他就是我仕途上最大的阻碍。大人下令吧，末将立刻调集人手，封锁青石村所有出口，就算翻个底朝天，也要把那个校尉的人头取来。不急，我要让他知道什么叫走投无路，先切断他所有经济来源，再慢慢玩死他。至于那个女人，倒是个不错的诱饵。听好了，此人乃军中逃犯，身上背着通敌卖国的重罪，凡是见过他或者窝藏他的人，全家连坐。周通判，你若是冲着我来也就罢了，竟敢把手伸到这无辜的村子里来。若你敢伤婉婉和念念半分，我陆征就算是死，也要从你身上咬下一块肉来。陆大哥，村里来了好多官兵，他们在到处贴你的画像。村里的刘老伯说，那是周通判的亲卫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他们已经搜到这里了，说明这青石村也不再安全，不能再躲了。婉婉，你必须带着念念离开。我不走，我说过，要生一起生，要死一起死。你现在若是逼我走，就是不把我当家人。我不是赶你走，
我是想让你带着账册先去县城投靠我当年的旧部，那是唯一能扳倒周通谦的人。好，我去投靠你的人，但你必须答应我，要在那之前保护好你自己。我们分头行动。晨雾尚未散尽，村口的空气中已经弥漫起一股肃杀之气。陆征不仅是青石村走出的猎户，更是这几年来默默守护香菱的恩人。得知陆征母子遭遇官兵盘查，整个青石村没有一个人选择出卖，而是自发组成了一道无形的防线。婉娘子，这山里的小路我熟，我带你们从东边的乱石岗绕过去，那地方马匹进不去，绝对安全。大叔，这份恩情苏婉铭记在心，若有来日，定当厚报。大恩不言谢，各位乡亲保重。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陆征到底藏在哪儿？敢包庇朝廷重犯者，诛九族！官爷，我知道，我看他们往村尾的后山洞穴去了，那地方隐蔽得很，准是在那儿。去村尾搜，谁敢阻拦，格杀勿论。陆大哥，王婆子那个毒妇刚才指了反方向，官兵们没往这边追过来吗？村里的人在帮我们挡着，这些年我护着他们，今天他们用命在护着我。婉婉，记住，只要我们还没倒下，这本账册就周通产头上的夺命符。别怕，我们离县城只有15里路了。黎明的第一缕光穿不透这密不透风的丛林，距离县城虽仅剩15里，但陆征深知黑虎卫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，这15里的山路无异于一场生与死的博弈。陆大哥，这林子里静得有些可怕，咱们是不是已经进入他们的包围圈了？别动，他们埋伏在前方30米处的灌木丛里。陆征，别挣扎了，周大人有令，你的账册交出来，赏你个全尸，否则这片林子就是你们一家3口的坟场。婉婉，听好，我数到3，你带着念念往左侧的山涧跑，那里水流急，他们不敢深追。不行，要死一起死，你一个人怎么对付3个？婉婉，你必须活下去，账册在，真相就在，这是我们唯一的底牌。活下去，只要我能把账册带到县衙投案，陆大哥就能得救，所有的真相都能大白。娘亲，陆叔叔会不会有危险？我怕。念念不怕，陆叔叔是最厉害的，他一定会追上我们的。苏婉紧紧护着念念滚落坡底，由于那斜坡被厚厚的腐殖土覆盖，母女俩并未受重伤。正当他们惊魂未定之际，坡下那队人马竟迅速包抄过来。苏婉绝望地闭上眼，以为必死无疑，却听到了一声令他魂牵梦绕的称呼。可是陆校尉的家眷，末将陈勇，当年曾在校尉帐下效力，今日奉命在此接应。是陆大哥让你来的？校尉遭奸人所害，这些年我们一直未曾放弃搜寻。既然碰到了，请夫人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绝不会让黑虎卫伤您分毫。想拿我的命，你们还不够格。陆征，你插翅难飞了，今日便是你的忌日。陆征凭借超人的意志，在丛林中杀出一条血路，跌跌撞撞与陈副将的队伍会合。陆大哥，你不要命了？我没事。婉婉，把账册交给陈副将，
让他带着你们以最快速度赶往州府的巡抚衙门。周通盘在本地官场根深蒂固，只有巡抚大人才能治和。校尉，您跟我们一起走。我来断后，我有旧伤，跑不快。带着我只会害了所有人。陈勇，带着我妻女走，这是军令。陆征，我说了生死相随，你要断后，我便陪你站着。陈将军，你带着念念走，我们要留下来，为这笔血账画上句号。哈哈哈，好，不愧是我陆征的女人。既然如此，今日便杀个痛快。天色阴沉，狂风卷着枯叶在破庙前狂舞。陆征与苏婉并肩立于这座荒废的古庙前，他们的身后是深不可测的悬崖，前方是黑压压一片正缓缓逼近的黑虎卫。这已是绝路，亦是他们与周通战势力决一死战的起点。陆大哥，这庙里壁地形复杂，我们以门为界，只要撑过这一波，陈将军那边应该就能脱身了。陆校尉，你已经是强弩之末，把账册交出来，我给你个痛快，否则不仅是你，连这小娘子也难逃一死。想要账册，先把你的命留在这里再说。卑鄙小人！博婉做得好，靠着墙角护住左翼。破庙内残存的母结构在激烈的搏杀中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。黑虎卫统领见久攻不下，脸上露出阴毒的神色。一群废物，既然打不进去，就给我放火，烧死他们！陆校尉，游戏结束了。铁网之下，空气仿佛凝固。面对数十名手持利刃的黑武卫，苏婉并未流露出一丝绝望。他的手在袖口中飞快操索，寻找着破局的唯一机会。黑虎卫统领一步步逼近，嘴角挂着残忍的笑容，仿佛在欣赏猎物最后的挣扎。博婉，低头！该死！他们怎么这么快就到了？立刻杀了他们！杀！苏婉，带着账册找机会冲出去，这些小喽啰我来挡住。陆征，我说过，我们是一体，我绝不让你一人涉险。保护陆校尉，将这些走狗全部拿下！账册还在吗？在，这一次我们真的赢了。
几经生死，那本沾染着战友鲜血的账册终于被呈到了巡抚大人的案头。州府大堂之上，正气凛然。周通判虽百般抵赖，但在铁证如山的贪污军饷记录与多名旧部证词面前，他的防线彻底崩塌。周通判，账册明文记录军饷去向，且有当年参与转运的商贾人证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判周通判革职查办，所贪军饷悉数追缴，打入大牢，听候秋后处决。陆征，3年前遭诬陷案，现已查明真相，即刻恢复校尉军衔，并赏赐黄金100两，以慰当年忠烈。校尉，弟兄们等这一天，等了整整3年，这北洋的脊梁终于回来了。这3年的委屈，让你受苦了。从今往后，我陆征这把命和余生，只为你们母女而活。不苦，只要你还在，我们就是最幸福的。真相大白，冤屈洗净。两人在客栈中整理着行装。虽然一切都已恢复平静，但他们深知，属于他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。婉婉，我已经向巡抚大人请辞了北疆校尉的职衔，过去的事我不愿再提。我想带你和念念回青石村，开个真正属于我们的铺子。这一次，再没人能欺负我们。好，我们回家。周通判虽已伏法，但朝廷的政局复杂，在那遥远的京城，是否还有更大的危机在等着他们？但这都不重要了。此时此刻，两人心中只剩下对彼此的坚定。回到阔别已久的青石村，空气中都透着泥土的芬芳。虽然在镇上的铺子因火灾化为灰烬，但苏婉并没有气馁，带着陆征和念念变卖了部分金饰，决定在村里开启全新的事业。陆叔叔，我们以后真的要一直住在这里吗？是，这里才是咱们真正的家。陆大哥，这次我想做些耐储存的特产，比如板栗红豆糕。若是铺子忙，我们还可以通过醉仙楼的货运渠道，把这些点心卖到更远的地方去。无论你想做什么，我都支持你。这一次，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们。我来还那天那20两罚银的利息，大郎去了，我没教好他，是我作孽。罚银已经交公，你不必还给我，以后各过各的生活，互不相扰吧。陆大哥，吃饭啦！洗尽铅华，终得良缘。青石村沉寂许久，终于迎来了一场盼望已久的盛大婚礼。这一天，陆征脱下了常年不变的粗布寒衣，而秦眉梢都挂着化不开冷硬如极际寒铁，换上了一身挺拔喜庆的红袍。苏婉则在香前的簇拥下，换上了她亲手缝制的衣裳。娘亲今天真好看，像画里的仙女一样。念念今天也是最美的小花童。陆烈虎，这辈子能娶到苏老板这么好的媳妇儿，你可真是修了8辈子的福分啊！是，这是我陆征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。
怎么这样看着我？不管看了多少次，都觉得看不够。婉婉，从今往后，不管风雨几何，我陆征定护你周全，白首不离。1年时光荏苒，青石村的晚味食坊已名扬周边数县，成了远近闻名的金字招牌。苏婉与陆征的生活平淡而充实，念念也在两人的悉心呵护下，出落得越发伶俐可爱。然而，命运的齿轮往往在最宁静的时刻，再次悄然转动。陆大哥，怎么了？是京城那边出什么事了吗？陈勇从京城传来密报，当年的周通判只是那个庞大贪腐集团的一条小鱼，真正的幕后黑手，如今已身居高位，且近日正暗中勾结蛮族，意图在北疆制造更大的动乱。当年的事，你既然为了护我们周全，选择了不再追究。但如今若任由那人胡作非为，边关百姓将再次陷入战火。念念已经长大了，我们需要给这天下一个太平。婉婉，这一去，京城不轨云贵，我不敢保证能像青石村一样护你们无虞。只要你还没忘掉回家的路，我们在家就一直等着你。